奖励时间到。我再说一遍，我不喜欢。那我是女人。你真是毫无廉耻。林先生，股东们要求您对徐秋闯进公司的事情做出解释，要临时召开董事会。你们，你误会了。滚出去！再看挖了你的眼睛！这么强烈的占有欲，果然还是个孩子。我要的钱1分都不能少，不然咱们就这么耗着，哼，看谁能耗过谁。你给我闭嘴！闭嘴！闭嘴！不好。没事。英俊哥，下次要是再受伤，我要生气了。不碍事，只是铅笔扎了一下。那个女孩呢？在旁边的房间，有义务老师陪着。我都是为了他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可是他妈妈。我早就说过了，是你自己的孩子的问题。他这样情绪失控已经不是1次2次了，好几个同学都被他攻击过，谁还敢接近他？你不去带孩子看病，还要来学校讹钱，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只是想用这些钱给他转学，让他去新学校之前能体面一点。我有什么错？哼，不体面还不是自找的。你们2个就不要再吵了，不管怎么样，还是等叶瑶情绪平静下来再说吧。这3位是负责调查胡玉案件的警员，本来应该让叶瑶配合询问的，只怕现在……如果叶瑶有严重的情绪障碍问题，恐怕我们要着重对她展开调查。什么意思？你怀疑我女儿是杀人凶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您先别急，只是例行调查，并没有别的意思。不可能的。虽然叶瑶这孩子有些问题，但是她不可能杀害胡玉。胡玉是她在学校里唯一的朋友，没有人对她比胡玉更好了。经常看他们2个同进同出，应该是关系很好吧。每次叶瑶跟人发生矛盾，都是胡玉在帮忙劝架。胡玉人缘很好，从来没见过他跟人红过脸，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跟叶瑶玩在一块儿。胡玉在学校里有和谁发生过冲突吗？没听说过。他对大家都很好，经常带零食什么给大家分，平时好像也从来没犯过什么错误，给人印象不太深刻。我想起来了。运动会的时候，向老师的名牌手链不知道怎么就丢了。后来我看到胡玉偷偷去办公室把手链还给了向老师。胡玉偷过东西吗？当然不是，胡玉很乖，他怎么敢偷东西啊？再说，看向老师的态度就知道啊，肯定是胡玉替叶瑶背锅。那次之后，向老师对叶瑶的态度就比较，算是冷淡吧。确实是叶瑶，胡玉当时说是自己拿的，但是后来我去调了监控，拍到了叶瑶偷东西的画面。我本打算找他家长聊一聊，但你们也看到了，叶瑶的家长是这种情况，通知家长，恐怕只会对孩子造成更不好的影响。那您知道胡玉为什么会跟叶瑶这么要好吗？不清楚。今天的调查就先到这里吧，辛苦您了。配合警方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高1、3班怎么走？高1、3班？我是公交司机。你们学校有个学生落下了药品在我车上，我就知道是高1、3班的，好像是姓胡，名字想不起来了。我查过徐旧，他目前是5联会一个堂口的老大，专靠色情产业和网络博彩业营生。虽然在5联会里地位不高，但是因为很会赚钱，帮派的人都对他十分客气。听说13岁就开始帮帮派做事，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留他在您身边太冒险了，况且他还对您……我留下他还有用？至少，您绝对不能跟他独处，免得他又做出什么逾矩的事情。小孩子都是一时新鲜，你不搭理他，他自然就没兴趣了。唉，您被保护得太好了，像他这种刀剑铁血的人，不会懂什么礼数的。知道您今天临时形成的只有董事会的人，
难道是他们派来的人？先不要太早下定论。保护林先生。是。根据那个公交司机说的，他见到胡玉哮喘发作，倒在公交车站，在旁边试图急救的人就是叶瑶。车上没人了，我送你们去最近的医院。可见叶瑶也不是个冷血的孩子。那要看验尸结果。如果和我猜的一样，真正的死因不是血液倒流窒息，而是过敏性窒息的话，那唯一知道胡玉有哮喘病的叶瑶就有很大嫌疑。怎么了？我能不能耍个赖，先问问结果？你看出凶手是谁了吗？我能通过观察看出谁是心理变态，但不是会算命啊。哥哥是不希望叶瑶是凶手吧？我能理解叶瑶的绝望，所以更不希望她被痛苦打倒。你知道艾草的花语吗？不要将痛苦加在自己身上。但艾草花粉也是秋季最致命的过敏源之一。有人进来过。嗨，小表弟。不对，以后要改口叫乖儿子了。这个人我在资料里见过，是武联会的人。林默怎么会和帮派的人纠缠在一起？你来这里做什么？林周燕被绑架了，你现在被黑白两道盯着，冒险露面就为了他？他们是冲我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找到你藏起来的那个牧师。告诉我牧师在哪里，我立马就走。牧师是筹码，不可能告诉你。况且你就算把他送过去，宋议员也不会放过你。无所谓，那我就去跟你爸爸殉情吧。你说话好恶心，我甚至不想帮你。确定是他吗？没错。现在就动手，免得徐江那小子找过来的时候麻烦。徐秋，难道不是绑架，而是帮派恩怨？住手！蠢货！我费了这么大力气给他弄过来，你当我就为了那点人头费吗？对不起，大哥。给我盯好了。是，大哥。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单纯绑架的话，对方很快就会联系我们勒索赎金。但如果是冲着你来的，他们是不会让你带着活人回去的。你去找这个人，我父亲身上有追踪器，他能帮你在最快时间内找到定位。如果还是找不到人的话，我会再通知你怎么做。你确定要救他？不过是跟他睡了一晚上，冒这么大风险，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都要问原因。林默呀，从小就挺小气。以徐秋的性格，不会听任何人安排，一定会去对方的场子里大闹一番。这样也好，帮派闹得越凶，警方就无暇分身。只要他不知道牧师藏在什么地方，对方就没有办法。但他对救人的事这么上心，反倒让人觉得可疑。不会还有别的目的吧？英俊哥，帮我做杯咖啡吧，今晚我可能要熬夜复习了。好。袭警可是重罪，你不希望你女儿的医药费别人去交？是骗局！告诉我是谁让你来，我也分享个秘密给你。根本没有什么交易，从一开始就是林默的骗局。这3位是负责调查胡玉案件的警员。怎么会这么巧？又是林默。他竟然在警方内部！什么？他竟然接近了牧师！如果我把牧师送回去，不管什么事，医院一定会想办法保住我的。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哎，别管了，别管了，快走，快走！强哥，徐秋带人砸场子啦！他好大的胆子，敢在老子头上动土！臭家伙！他不来报信，这么大个地方，我还担心找不到呢。徐秋，别打了，
我真的不知道人藏在哪里。你是猪脑子吗？谁问你人在哪儿了？我问你老大家在哪儿。他绑了我的人，我绑了他一家子，不过分吧？你做的这么绝，清河帮不会放过你的。什么清河帮？现在你们所有堂口都没了。什么？我们上当了？你是拿我们当借口搞清河帮 ？H 市有一个武联会就够了。姓徐的，我答应过让你见到我，放了我的家人。你打个电话回家就知道了。我来这里是为了陪我家，外面的事情由外面的人解决。算你有种！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的腿这样，跑不掉的。我头发里藏了东西，帮我拿出来。啊？我？怎么拿？用嘴啊，亲爱的。你做什么？你主动凑上来。我？你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吗？怎么会呢，小姑父，我当然是来英雄救美。你也知道我是你姑父。我去解决外面的人，你砸开通风口出去，不要等我，也不要回头。你疯了！他们有枪，而且我的腿。想再见到你儿子的话，就放下过去那些阻碍你的回忆。爸爸，地下室好像有什么东西，我很害怕。默默不是从来都不害怕的吗？您能去看看吗？也许是外面的野猫跑进来了，不要怕，我去看一看。我心里清楚的知道，一切是从那一天开始改变，从我踏进地下室的那一刻开始。那个箱子是属于慧姐的，它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明白自己不该去触碰，却又总是想知道里面藏着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对不起，我没法面对这些事。我们离婚吧。我们可以选择报警，亦或者帮慧姐掩盖这件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我是如此的懦弱，我只是选择了丢下妻子，独自逃离。爸爸，地下室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野猫。想到那个被虐的、切断双腿的男人，我就会陷入恐惧之中。那是我说谎的罪恶，来自于卑鄙胆小的内心的号角。夫人的车停在了铁轨附近，李先生，真的不需要报警吗？默默还在学校吗？是的。我睡一会儿。枪声，许秋，不要等他，也不要回头。明明有过教训，这次也头也不回的逃跑就好了。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人给了我不一样的期待。他疯狂的模样，分明和慧姐如出一辙，可我却没有办法选择逃掉。许秋，真是个麻烦姐，都说了不要回来。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值得人追逐？只要是令我快乐的事，我都愿意不计代价去做，无视规则，无所畏惧，甚至喜欢玩弄那些胆小怯懦的人，看他们在我面前露出卑微的模样。为我疯狂的女人太多了，为了你，我可以去死。要做还是要死，却终究让我觉得难以满足。
我追逐的到底是至死的快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很快会带人来搜山，你和我是他们唯一的筹码。如果天亮之前林墨斗不过他们，我们两个就死定了。害怕吗？为什么回来？那你呢？为什么来救我？这句话林墨也问过我，你说是为什么呢？许秋，不行，他们会追上来的。别出事儿，会被别人发现的。你想被他们围观吗？我倒是不介意。许秋，你不是说我弟弟在许秋手上？现在帮派混战，连总统都打电话来质问我，你要怎么收场？要是影响政绩，我先弄死你！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想到是林墨的问题，毕竟他还是个学生。不要因为年纪就傲慢地衡量一个精神变态，别忘了，他可是 IS 计划里唯一逃出来的人。是，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你的兄弟，至少我们手上还有林墨的父亲。IS 计划又是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组长，饭来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度假。买什么冰淇淋？化了。好冰！林墨彻底跟他们宣战了，恐怕太阴郡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得想办法提醒一下他。人我按照你的要求埋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可以回家了。最后一个问题，IS 计划你参与了对吗？说真话的话，林墨一定会杀了我的。怎么办？我需要帮助。宋先生，我知道你弟弟在哪里，求你保护我。在石桥区的坟场，快带人去把我弟弟救出来！牧师不在这里，被那家伙耍了。喂，宋议员，没在棺材里找到人很生气吧？你能利用的人，我也一样能利用。林墨，我弟弟到底在哪里？我也说不准呢。我可以让一个人去埋，就能让10个人把他挖出来。谁知道下一秒他会出现在哪里？混账！不要太嚣张，你父亲还在我手上。也根本不重要。拜你们所赐，现在任何人死在我面前，我都没有丝毫的感觉。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 IS 计划的全部资料。开什么玩笑！别说我弟弟的命，就是我的命也抵不上你要的东西。谈判破裂，明早10点，宋牧师会带着你的秘密准时出现在新闻大厦楼下。等等，林先生，我已经找到您父亲的位置了，但对方人数太多，我们该怎么办？他们2个就在山上，跑不远。送。该放野兽吃肉了。我明白了，林先生，我会做的干干净净的。宝贝儿们，投胎快了。看来硬闯是正确的，这手机里就是你操纵别人的证据，看你还怎么狡辩。闵才哲啊，你到这里干什么？想不到太组长私底下这么可爱。闭嘴！开玩笑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别打了，再打就打成傻子了。我早就说过，林墨不是什么善类，他绑架了宋议员的弟弟。别告诉我你和他相处这么久，这件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啊！绑架？我弟弟都不认识议员，为什么做这种事？至少得有动机吧？只要查这个手机记录就清楚了。林墨，这到底怎么回事？既然闵组长已经拿到证据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把我抓起来吧。什么？那个男的是个瘸子，他们跑不远。去那边看看。好浓的血腥味儿。咱们的儿子就喜欢玩些阴险的手段，以后别见他了，免得把你带坏了。附近的所有路口都有人盯着，下水道和大厦里面也都排查过了，蚊子都飞不进来。林默绝不可能有机会把人送到这里来。而且我得到消息，林默正在警局接受调查，分不出精力跟我们周旋。他该不会只是虚张声势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已经在林默身上栽过跟头了，还想是第二次吗？对不起，这次一定不会再出错了。你们干什么的？总统先生今天要来接受采访，这是准备迎宾用的红毯。去打开看看。是。林默怎么又被抓进来了？昨天下班的时候还好好的，连雷局长都被请过来了，看来情况很严重啊。学校的案子化验结果出来了吗？2组的人今天都跟我出勤。老大，那林默怎么办？他还在里面呢。为了他就不办案了吗？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忘记了？是，老大，我这就去叫其他人。除了相信他，我没有任何可选的办法。林默，到底是我太不了解你，还是他们都在冤枉你？你自己证明给我看吧。您看，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人到底藏在哪里？救命啊！有人坠楼了！那些纸是什么？这是和纤维社组织交易的账本，完了，全完了。据本社今早9时27分消息，以宋康玉为首，先后12名议员涉嫌参与非法组织地下交易，已被执政党劝退。宋康玉等12人被警方逮捕，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进去。宋议员，我们终于见面了。林默，想不到你故意被抓，就为了在这里等我。在外面见不如在这里安全。让你乖乖听话有点难度，不然我也不会等到今天才动手。死在外面，总归没有死在总统的红毯上有价值。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哼，别说是我弟弟，就算我死，也不会告诉你。我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想必你的儿子和老婆还没准备好。你现在还有最后10分钟的机会救他们，还想再尝试一次谈判破裂吗？你会遭报应的。还有9分50秒。你以为你赢了吗？当年的实验，所有程序都受法律保护，是在拿到你们病历且有监护人签字的情况下进行的。要怪就怪你爹妈吧。林默，有人保释你。监护人终于来了，我还怕你舍不得出来，给父亲添麻烦了。回家吧。别总摆这一副司马脸，没看到你爸的腿就好了吗？距离我成为你爸爸只差一点点，我建议你先改口。想死啊，逆子啊！杀了我，你爸爸会伤心的。英俊哥要是知道今天的事，恐怕我要被甩掉了。以你们2个的身份，这不是早晚的事吗？想要做自己的事，还想要那个小警察，太贪心了。说得轻巧。那5联会和我父亲之间，你怎么选？啊，真烦人！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怎么这么多问题？人在有相反答案的时候，就会下意识逃避正面回答。喂，臭小子，多读几年书了不起啊？那倒不是，对付你用不着读书。我提醒你，我父亲跟我们不一样，他只是个普通人，承受不住再一次打击。你要是想跟他玩一玩，最好先给自己选好盒子。盒子？什么盒子？你倒是把话说清楚。谢谢父亲。今天暂时不要去学校了，好好休息吧。如果你儿子和我之间只能选一个，你选谁？林默吗？别问无聊的问题。人在有相反答案的时候，就会下意识逃避正面的回答。什么嘛，装得一本正经，这不是挺舍不得我吗？我儿子。等等，你再考虑考虑，别回答的这么肯定啊，可以再贪心一点。不需要考虑，
叶瑶很可能长期处在情绪暴力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刺激。一会儿进去，记得盯紧叶瑶的母亲，不要让她激怒叶瑶，知道吗？知道了。叶瑶，他喝农药了。叫救护车。是。确认是百草菇的话，我们也无能为力，做好心理准备吧。怎么会这样啊？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孩子爸爸没得早，我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他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小梦，你照顾一下叶女士，程阳跟我进去。哎，知道了。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医生说很快就能好起来。警察叔叔别骗我了，我早就在网上查过了，百草枯是救不回来的。网上都是个案，你要听医生的。再说案件还没调查完，你想要背着杀人凶手的污名死去吗？他们只会觉得你是畏罪自杀。没错，就是畏罪自杀。我早就想杀他。胡玉的存在让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家伙。警察叔叔，为什么？啊？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善良干净，而我天生这么贪婪、虚荣、卑鄙、阴暗，让人恶心？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很穷。哎，妈一个人带着你不容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零食那么贵，家里不过日子了。妈，我错了，别人吃的用的我从来都不敢要，可胡玉不一样，他从小什么都有，不需要像我这样卑微的活着。这是我妈妈买的，大家都尝尝。给。我叫胡玉，交个朋友吧。我不清楚他为什么接近我，我只知道他的存在反而像是提醒了大家我有多么讨人厌。切，不识好歹，少搭理他。就是，他身上总是一股怪味，小心沾上病。瞧他那穷酸样，鞋还破着洞呢。每次胡玉阻拦之后，都会让他们更恶劣的欺负我。挨打了？你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告诉老师啊？就是因为你一直这么懦弱，才总是被欺负。我不敢。那就打回去，他们打你，你也打他们。你怎么敢打伤同学？你这孩子报复心也太强了，明天叫你家长来学校。老师，我错了，求求您千万不要叫我妈妈来。我那时候才明白，有些人的反抗叫做反抗，有些人只配叫发疯。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啊！我发现向老师最近戴的手链和我丢的那个一样，这东西很贵的，是我姐姐从国外给我买的，怎么会那么巧一模一样呢？要是能拿过来看看就好了。我以为他在暗示我，想着自己也能帮他一次。给。你这是偷东西，你知道吗？你怎么想的，干出这种事？我带你去跟向老师道歉。我不去。你跟人家胡玉学学，上学不只是来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不管我做什么，在别人眼里都是错。胡玉说大家讨厌我根本不需要理由，他们只是讨厌我这个人而已。可是为什么这个人非要是我而不是他？他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只不过是为了评优加分而已。我甚至听到过他在背后嘲笑我阴暗。我不清楚他到底怎么想你，但是我们在他书包里发现了这个是胡玉准备送给你的。我们调查过，他之前也是因为校园霸凌才转学，也许感同身受也是他对你好的原因之一。这双鞋，他身上总是一股怪味，小心沾上病。瞧他那穷酸样，鞋还破着洞呢。到了这个地步，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到头来错的还是我，用自己卑鄙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以为别人都像我一样阴暗。可惜已经没机会挽回了。既然你说自己是凶手，那么请你复述一遍你杀害他的过程。那天是周三，下课的时候，我约胡玉到杂物间见面，想让他跟老师解释清楚偷东西的事情，但被他拒绝了。我一气之下，用他的书包砸中了他的面部，当时他流了很多血，我很害怕，吓得直接跑掉了。第二天，我就在杂物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你袭击他之后呢？没做其他的什么事吗？不是说了，
我害怕就直接跑掉了。但胡玉真正的死因是艾草花粉过敏导致的窒息，你有没有因为知道胡玉有哮喘，刻意使用过敏性物品？艾草花粉，只有蒋老师提起过这件事。他说学校里种了很多艾草，秋季的时候对哮喘病人来说很危险。我当时还很纳闷，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你是说教导主任蒋永志？蒋永志，你不要激动，先下来。宋康玉被抓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想不到林墨手段这么绝，一定要逼死我。啊！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不要激动，我们只是找你配合调查。不要！老大，你怎么样？还好吗？我没事，快去看一下蒋永志的情况。屋里还有一具尸体。啊！她应该就是蒋永志医治患病的女儿。这里还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他看了蒋永志杀人的证据，觉得是自己拖累了父亲，被人摆布，所以选择了自杀。太不对劲了，这些东西，这孩子是怎么拿到的？蒋永志似乎提起过林墨。林墨，我要跟你谈谈，不要说谎，我只想听你说真话。我怎么敢对英俊哥说谎呢？你不是很了解我吗？我只要说谎，就会紧张的看脚尖。难道连这也是你故意骗我的？不算骗，因为我真的没说谎。你说的都是真话，只不过隐瞒了不想让我知道的那部分。你也没问过，不是吗？好，我现在问你，这些案子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有没有杀过人？跟我有关，但人不是我杀的，我的双手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点。这一条条人命，在你眼里就只是污点吗？你知道的，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想再听见你说什么不一样。你可以冷漠，可以没有感觉，但你不能拿这件事做挡箭牌去伤害别人，因为这世上不止你，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既然英俊哥想问，我可以全都告诉你，我的过去和我要做什么，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面。你什么时候知道蒋永志是这些案件的凶手？唐野的案子之后。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当时也是嫌疑人之一，我说什么并不重要。她应该就是蒋永志医治患病的女儿。看这照片，这些东西，这孩子是怎么拿到的？是你把这些证据拿给蒋永志的女儿看的？你知不知道，就因为这些东西，她自杀了。她才10几岁。她有权知道真相，就算是知道真相，依然有无数种选择。这和我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就是你所谓的双手干净吗？你这么做跟捕猎者有什么区别？我没有犯法。不可能的，不管你的计划再怎么周密，总有天我会找到证据。你是想让我亲手抓你吗？我是你哥哥。走，让我去自首。只要你肯说实话，我一定帮你争取最宽大的处理。哥哥今天不就是来听真相的吗？这面墙上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着精神变态的倾向，而我不一样。我是因为遗传基因导致的额眶部皮质，到腹征中前额皮质，再到前额皮质结构中一个叫扣带回区域存在脑功能缺陷，进而导致的行为障碍，医学上称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5年前我被确诊后，被一个专门研究社会行为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小组带到了国外进行封闭式治疗。他们一直告诉我，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能痊愈。但其实他们研究的课题是在大脑中找到开启和关闭反社会性人格的开